第二个泽连斯基出现了，科索沃局势骤变，武契奇紧急求援，中方回应火速。大家好，我是吕哲。对于最近的科索沃局势，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用了一句话来形容，他说：“一场大爆炸正在欧洲中部酝酿。”这个形容绝对不是危言耸听。科索沃地区一直是巴尔干地区的火药桶，任何时候只要处理不当，那它就会引发剧烈的爆炸。而且这一次跟以往科索沃地区爆发的冲突有一个很大不同，就是在西方国家都反对科索沃当局的情况下，北约部队还亲自下场了。首先，我们必须明确一点，这次冲突事件中，科索沃当局是绝对不占领那一方的。你想想也是，一个得票率只有3.5%的人当选了市长，要管整个塞族地区，你这不开玩笑吗？当然，西方国家开过的玩笑还比这个更荒唐但是因为选举合法性关系到西方最根本的民主原则，所以这次包括美国在内，西方各国都反应激烈，一致要求科索沃当局纠正错误，改过自新。结果呢？北约部队采取了与西方国家政府相反的行动，直接下场对塞族人大打出手，事情变得更复杂。武契奇看到眼前愈发不可控的情势逐渐意识到了一个问题：科索沃总理库尔蒂要想成为第二个泽连斯基，他想裹挟北约以及西方各国的势力来帮助科索沃实现真正的独立。那这次的冲突绝对是有预谋的。对于武契奇来说，现在着实是他这个执政以来面临过最为艰难的抉择时刻。内有疑似颜色革命的全国性抗议游行，外有北约卷入科索沃危机，这显然不是塞尔维亚这一个国家力量能够应付的局面。怎么办呢？关键时刻，武契奇向中国请求援助。局势出现骤变之后，武契奇会见了中国驻塞尔维亚大使陈波，希望中国能发挥其国际影响力来维护巴尔干地区的和平。对武契奇的求助，中国回应也非常火速，马上做出了2个重要的表态。第一，中国和塞尔维亚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和铁杆朋友支持塞尔维亚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努力，反对普里什蒂纳临时自治机构采取的单方面行动。第二，北约应当切实尊重相关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真正做有利于地区和平的事儿。的确，塞尔维亚不仅是中国的铁杆朋友两国更是同一段血泪史的受害者，所以塞尔维亚的合理诉求，中国必然会坚定站台。在科索沃问题上，中国将力挺塞尔维亚维护自身主权和领土完整。当然了，对武契奇来说，帮手越多当然越好。所以在向中国求助的同时，武契奇还召见了俄罗斯大使，并向埃尔多安打了一通电话，寻求两国的帮助，以维护当地的和平。坦白说，这一次科索沃冲突中最尴尬的应该就是西方了，尤其是美国这个北约的话事人。前脚勒令科索沃当局改弦更张，恢复和平，转头就出现了北约部队大打出手的新闻。你想，难道这不是对西方的公开打脸吗？一个被西方扶持起来的小政权，居然不听话，开始反噬西方，想把整个西方世界都来拖下水，这算什么呢？真是应了那句老话，美方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好，今天吕哲观察就是这样，下期再见。